Please turn off. 好久好久没有到东京玩了，这次要来去日光与穿越。先到桃园机场的2航下的美食街，这里除了吃美食外，还有个观景台可以看飞机。做传统糕饼的模具。这个美食街有不少布景可以拍照哟。往旁边走就可以到观景台，在这里可以免费欣赏飞机起降。风好大，头发。出发前在美食街用餐一下好了，可选择的也不多，看看这家好不好吃。点了排骨虾卷套餐，卤肉饭上还会附上荷包蛋，半熟蛋非常适合搭配卤肉饭呢。排骨有点小片，蛮失望的，还好是味道还可以。还有腌，这样不会很还不错。还有好多蒜头哦，这蒜头要加点。好多蒜头的啦，哇，好蒜哦！吃点海带芽，降低嘴中蒜味。这家不难吃，但也没有很特别，中规中矩。入关后，先来去补充一下咖啡因。不止9天吗？可爱，开麦会放下脸，吃了会很开心哦。先预祝这次东京之行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准备出发。Golden days drifting far away. Light is leaving town. Colors fade, but I'm thinking we stay just for a little while. Let's lose track of time. Darling, stay for a little longer while I hold your time. We'll wait, so just rest your head upon my shoulder. Nothing in our head is colder, but the day's not over yet. Summer nights, watch them go by as we fight off the cold. Holding you tight. 来到搭机最期待的环节了。
这个很好吃，下次如果还有也要选这个。老公选了汉堡肉酱意大利面，试吃一下它的。接下来是自己组合三明治。甜点是跟梧桐号合作的小西点，这个很好吃，可以。到东京已经晚上了，机上的夜景真的很漂亮。秋天的日本比起台湾冷上不少呢。好久好久没来东京，都忘记长什么样子了。这次我们住在浅草站附近的饭店，一出地铁就看到美美的晴空塔。走一小段路就到我们的饭店咯。晚上他们加码为什么？晚上。我走不能选，这个吗？对。这家是一个连锁商务饭店，主打是全自助入房。入住前几天，饭店会发 mail 给住客，依照信件内容办理线上入住。完成后会给你一个 QR code。来这里扫描一下即可办理入住咯，超简单的。来看一下房间。我们订的是双床位的仿合式房型，房间不大，但很素雅。浴室就很中规中矩的模组化浴室，备品部分也都有。演得比较好啊，我还自己带拖鞋。茶包与冰箱部分也是一般水准。这个饭店比较特别的是在顶楼，他们把顶楼做成观景台了。很推荐晚上上来看一下，可以看到附近的晴空塔夜景。很多住客都不知道，几乎没有人上来，可以在这里拍照拍到开心。先晚安啦。从住宿的饭店往浅草车站的路上可以看到晴空塔，不过比起晴空塔，我更喜欢天空树这名称。今天要来去日光住一晚，准备从浅草车站搭直达车。
还有点时间，在浅草这附近晃晃，也顺便到好久不见的浅草寺看看。依然壮观的雷门大灯笼，一大早参道上的店家几乎都还没营业，不过也只有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店家铁门上的彩绘图样。浅草寺是东京都内历史最悠久的寺院，山号为金龙山，供奉的本尊是圣观音，大家通称为浅草观音。浅草寺的主殿又称为观音堂，原本的建筑在1945年东京大空袭时被烧毁，现在看到的是1958年重建的。时间有限，今天就不进去主殿参拜了。抽一张省1800。真唱红马路，很迅利，这个很好。要怎么摇？要反过来，有没有个洞？对，往下。这里。哎。25。这里。哪里？这里25。这里。企业。企业。看来运势不错，这趟旅行应该顺顺利利。我们要来发育。手机的翻译软体真的功能越来越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来去浅草站搭车。等一下坐这台。等一下坐这台。9点出发的 Specia X3 号。发现车站里有纪念章。浅草站。有雷门大灯笼的浅草站。好可爱哦！买了日光周游券，进出车站出示票券凭证即可。我们的车搬来撸，它的6号车厢有一间大包厢，可坐7人，要预约，费用15000日元，到价不菲，但还是会一瞬间秒杀。发现它的 logo， 来合照纪念一下。搭乘这台观光列车，除了使用周游券外，还必须额外付特急列车的票价。另外还有好几种不同的座位与包厢也要额外付费。我们买到的是位于1号车厢的沙发座，是个很特别的座位哟。进入时提供定位资讯给服务人员即可。
往日光与鬼怒川方向1号车是车头，搭乘体验一定非常好。发车前，车长先生来跟大家致辞，然后来与大家一起拍照。满满仪式感的过程后，发车了。发车后，吧台也开始营业，有贩售咖啡、点心、纪念品，还连啤酒都有。東武日光行きです。これより東武日光に向かいます。停車駅は春日。买了网络上推荐的小七新品面包当早餐。Available payment method are credit cards, transportation IC card, PayPay, e-payment, and Jetcoin Pay. Make sure your local 就是很普通的面包，但是它里面那个香，它那个巧克力很浓郁。哇，真的黑咖啡棒。另一个是我喜欢的沙拉蛋三明治。还是我先把明天的票票。一段时间后，吧台才会开放给其他车厢的乘客消费。车长先生又来帮大家拍照咯，一桌一桌的询问是否需要帮忙拍照，而且非常专业哟。早餐吃完了，带大家看一下其他车厢。从最尾端的6号车厢开始，车尾有一个7人座的大包厢，然后有4个4人座的小包厢。5车是一般座位，最前端有2个半开放式的包厢。4车与3车也是不用座位费的一般座位。2车是类似商务舱的豪华座位，车上附有大型行李放置区，方便前往日光住宿的游客。车上的厕所也挺高级。大致上就是这样啦。已经离开都市区，出现乡村景色了，真的很喜欢在车上发呆的时光。也可以到车头看风景。
行车时间大约2个小时抵达日光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车站里有日光简易的观光地图，主要的观光景点都列出来了，还有海拔高度呢。我们等一下从那个车站到二荒山神社前，然后晚一点之后再去那个中禅寺温泉那个地方。对。秋天的这时候，日光站内也有枫红可以看。这个时间点正是最美的山色风，很容易拍出美美的照片哟。出月台后不要忘记还有纪念章。想体验在地美食茶接下来到日光山寺院巡礼。这台是到中上山的巴士站在日光车站前面而已。你是刚刚那个吗？使用日光周游券免费搭公车，到2B 月台搭 W 车班到二荒山神社前。主要是这些寺庙是在山坡上，我们直接搭车到最高点，然后悠悠地逛下山。比起从山下逛上去，然后再下山会轻松不少。我要跟财神结缘。我已经有讲过。二荒山神社是祈福与祈求姻缘非常灵验的神社，拥有1200多年历史。因为不远处的宇都宫市区也有一座二荒山神社，为了区分，所以这边会再加上地名，全名为日光二荒山神社。一进来就看到直挺挺的巨大神木，是象征家庭圆满的神山。门的另一侧有象征夫妻圆满的夫妇山。主殿前有象征良缘与财富的金兔。有开运的贝手，每个都好美，很难决定。那我觉得这个比较啊，你先喜欢这行。好。
这个是500块。金兔啊！啊，哪一只金兔？我差一点拆火。金兔。如果想要到更里面参观，门票是300日元。有个套圈圈的小游戏，每人3次机会，只要有套中就有好运。哇！太大力了！哦，丢球过洞的小游戏，一人3颗球， 18岁，只要能穿过鸟居上的小洞，就有好姻缘。看来我已经有好姻缘，不再需要了。哎呀！洗钱的，然后洗完之后变钱。步道里面有7幅神像，那几个吧，一个是拿琵琶。可以走，没关系，他讲说可以走。这个角度的光线好美。绕了一圈，回到入口处了，往下个目的地前进。不远处就是日光最知名的东照宫了。门票每人1600日元。一个不是500，应该1600。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どうぞ。はい。交通安全。
日光东照宫建于1617年，是日本各地东照宫的总本社，主要祭祀江户幕府第一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另外，香殿也配祀太阁、丰臣秀吉以及镰仓幕府第一代将军源赖朝。现今东照宫与邻近的轮王寺及日光二荒山神社合称两社一寺，一同编入世界遗产名录。日光东照宫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它非常的金碧辉煌，整个寺院大量的使用金箔装饰，在光线的照射下十分耀眼。往奥宫的入口处上方有象征天下太平的绵猫雕刻，是东照宫众多的猫咪雕刻中唯一睡着的。从这边开始会有207阶向上的石阶梯，最上面就是德川家康的长眠之地。一开始家康安葬于静冈市的九能山，后来才移灵至日光山这边。奥宫这里有绵猫造型的吉报玉手，只有这里才买得到，算是爬上207道阶梯的奖励吧。当然要带一只回家。他们有偷偷的做电梯。到东照宫的主殿参拜需要先脱鞋，进去后发现不能摄影，大家有机会自己来体验吧。从右侧动线离开东照宫后，会经过有明龙之称的药师堂，
堂内的天花板上有个巨大的飞龙图样，在龙头下方敲打拍子木会出现清脆悦耳的回音，也因此获得鸣龙的称号。除了龙头，其余位置敲板则完全没有回音，非常特别。因为里面也不能摄影，大家有机会也记得亲自体验一下哟。最后就是轮王寺了。前方这棵橘红色的树与轮王寺本堂一直是这里标志性的画面，远看会以为是枫叶，但它其实是一棵树龄500岁的樱花树，春天的时候会变成另一个风貌哟。是保育处。园区内一直闻到一个香味，原来是主殿前的这个香炉。日光山的主要寺院巡礼结束，走下山搭公车前往中禅寺湖。经过日光著名的神桥，公车站就在旁边。他们不是都这样吗？啊，这是缆车哦。约40分的车程到中禅寺温泉站下车，先到中禅寺湖逛逛。很幸运地发现路边还有一些枫红。那个小红叶。我未得人搞一攞佢。1周55分钟。本来很期待搭乘中禅寺湖观光船的，结果只营业到2点半。好吧，其实在岸边晃晃也是很美的。地上满满的枫叶，早2个星期来一定超美。一旁有只圆熊雕像，超有喜感，非常可爱。But we
徒步往这边另一个知名的景点华岩瀑布前进。待会到瀑布下方观看会更壮观。酱油丸子一直是我们的最爱之一。偏咸。这酱油的味道。丸子店一旁有家饰品店，这里有日本传统漆器工艺制作的公仔，整个质感超棒。那个不就是那个竹笋吗？你看到的。对啊。不是。养不起活的人养木头。后来很后悔没有带一只小蛇回家。这么冷的天气，看到热汤完全没有抵抗力。还是你要鱼味粉？都可以。鱼味粉是辣椒。都可以。鱼味粉有7种口味。它的鸡味粉好辣。听到了。一旁的烤鱼好香。买一只。满满蔬菜，酱油汤哦。香菇，很冷哦。还有这个，这个会滑滑的那个是什么菇？菇吗？冷冷的天气，来一碗热热的汤最棒了。要怎么吃？直接咬吧。咬背吗？哇，好香哦！这个好吃哦。这很好吃哎，它很会咸。把它的烤鱼非常好吃，很香，刺不多。喜欢吃鱼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很推荐。华岩瀑布有2种方法到瀑布下方，可以走步道下去看，也可以买票搭电梯。来回电梯600日元。下来后还要走一小段路，就会抵达观瀑平台。
这里一共有3层可以观看华岩瀑布。华岩瀑布高达97公尺，水量丰沛，雨季时更是壮观，而且还是日本3大名瀑布之一。另外2个是茨城县的代田瀑布与和歌山县的那智瀑布。到观瀑平台最下层看，两面石壁耸立包围下会更显壮观。在瀑布区待久了有点冷，准备离开。不知不觉天都黑了。走回中禅寺温泉巴士站，搭车回日光市区。26B 月台搭车往东武日光站。先到今天下榻饭店 check in。今天住宿的是日光车站旅馆2号馆，是间经济实惠的饭店。带大家快速看一下房间。等下有没有按啊？哦。不是应该啊，插进去就亮了吗？就嘣，这样子嘛。还有镜子丢铝罐跟卫生纸。正常大小的双人床，附小桌子与椅子。冰箱打开方向很不顺手。再来是浴室。哇，迷你。浴室真的蛮小的。来去吃晚餐。日光这边晚餐的选择真的不多。观光客的店今天晚上先不去了。来吃一家日本的连锁平价家庭餐厅 Gusto。使用平板点餐，也有中文显示。点完餐会有机器人来送餐。哇，好香啊！这是我的啦。65块。那我的。全部上桌拉，准备开动。鸡腿排有腌制过，调味很棒。很好吃的。对啊，很好吃哈。试试老公的牛肉。还是我的鸡腿排好吃。今天就这样啦。
日光车站旅馆这家饭店有附免费早餐，不过相对简单就是了，采用1人1份固定式餐点。不用，咖啡、牛奶、蔬果汁自行取用。接下来是早餐组合时间。哇，我就是喜欢这样吃。先饭后甜点，草莓。吃饱后开始今天的旅程。听说鬼怒川枫叶正是漂亮的时候，所以今天临时改变行程，来去鬼怒川看看。出发前在日光车站前的马路上发现这片枫红，就在东武日光站前巴士站，因为不赶时间，就在这边晃一下啦。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车站中有小小一区贩卖部，有贩售柠檬牛奶，很特别，很好奇是什么味道。无果汁啊，不就是鲜奶吗？是吧？调味乳啦。吸管好可爱，你看，迷你吸管。哎，这个一杯又比较贵。还不错哎。那个脸色对。它有那个柠檬的香味，香香的。果汁，果汁牛奶。味道就像是加了柠檬的果汁调味乳，很特别，很好喝。说那个真的温暖。看起来不错。你看那个酒哎。来开始这个。
从日光往鬼怒川需要再下金市转车。转车的空档可以在车站内的转车台广场逛逛。这个景点在车站内，不用出站。如果运气好，时间配合得到，可以看到蒸汽火车 SL 大树号出来。今天是平日，要到4点半。大树号蒸汽火车有2辆，今天机房内的是325号，还有另一辆是207号。一旁的 SL 展示馆是个休息区，是个可以歇息与让小朋友游戏体验的地方。在车站迎接我们的是鬼怒川的吉祥物赤鬼 Kinu 和轻轨 Kawa。站内有好几个纪念章，不要忘记了。两个人吗？对啊，鬼怒特展，有章就盖啊。乘车证明也可以盖啊。车站大厅有个附近景点的大萤幕地图。还56号。站前有另一个转车台。正守在站前的鬼怒太。把零钱全部都放在这里。车站对面有观光服务中心。他是超人欸。竟然发现这里有鬼怒太与 Kinu Kawa 的吊饰。蛮神奇的。对。嗯哼。
很可爱。往鬼怒顿岩大吊桥前进，那里可以看到鬼怒川最美的枫红大峡谷。好长，OK 啊。到大吊桥前，先经过了立岩桥，这里也很漂亮，可以先看看。鬼怒川跟这条。这边可以看到鬼怒川泛舟的乘船处，桥头处还有鬼怒7伏邪鬼之一的厉鬼纪念章与厉鬼的雕像哦。比较像哎。继续往大吊桥前进，立岩桥边有个人行步道，这个步道往大吊桥沿途的景色很不错哟。看到鬼怒顿岩大吊桥了，有没上过？本来没有预计要来这边走走的，后来在网络上看到有一张这边枫红大峡谷的照片，真的是为之天人，立马将这里排入行程，带大家感受感受。真的是满山满谷的枫红哟。美翻了的地方，会越看越入迷哟。谷底传来吆喝声，原来是鬼怒川的泛舟船。大吊桥的对岸有盾鬼雕像与纪念章。眼睛忘记了。很可爱。
他是议员大使。旁边可以到盾岩展望台。走，来去看看。爬上阶梯后，发现这个角度很美。到观景台有一小段路，边散步边玩吧。很远近。知道。Later on in the night, when the crowds have gone, we could talk under moonlight till dawn. We could stay to watch the sunrise, cancel all our plans. 出隧道后就到目的地了。这里有个诞生鬼雕像，但不知为何没有纪念章。对吧？1块钱放在他的尖尖嘛。对啊。发现大家都在他的指尖上放硬币，我们也来帮他加高一些。你在ET哦。跟佛陀一样的动作，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一旁是小小的鬼怒基神社。最后到观景台上看看吧。真的有高，爬到腿软了。上面的风景真的很好哟。从这边可以看到刚刚来的大吊桥，另一边是稍早的立岩桥与鬼怒川温泉区。这里有座结缘之钟，就想说他们到底是怎么弄上去？里面的钟锤坏掉了。很弱拿5元来敲敲看。敲，还有弱。哦，使出吃奶力了，没力。倒着敲。哎呀，更弱。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发现不少人将5元挂在这边的树枝上。用的。这里出乎我意料的美呢。很庆幸有临时决定过来看看。它有的是有。还有点时间，去下金市车站走走。结果发现车站外什么都没有。
还好这里还有纪念章可以盖。搭车回东京啦。Will be 栃木。Thank you。回到东京，准备结束这2天1夜的小旅行了。第一次去日光玩，意外的发现是个不错的地方，风景美丽，游客也比想象中的少，是个蛮适合慢慢走、慢慢看的悠闲观光区。就这样啦。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我们去了迪士尼乐园。其实这次东京旅行的主要目的地就是迪士尼，距离上次来玩的时间相隔快10年了，而且园区内多了好几个新设施，所以我们就来玩啦。我们2个乐园都玩好玩满，也买好买满，虽然还是有留下遗憾，但遗憾总会成为下次到访的契机。不过，因为迪士尼乐园的影片会有点版权的疑虑，所以我们会再另外独立做一支影片，还请大家稍等一下哟。好天气，好心情。今天出发去有小江户之称的穿越，因为属于比较偏东京近郊的区域，从我们住宿的浅草要换好几班车。最后到池袋换乘穿越特急列车就搞定了。车站内有穿越的纪念章，小江户穿越，蛮漂亮的章，可惜颜色有点淡。接下来搭公车往景区前进，穿越老街离车站有点距离，搭公车前往方便一些。我们提前在熊野神社旁下车。我要买金色跟黑色。熊野神社的祈愿还电子化了呢，看看运势如何。拜拜。意思是有些年运势会比较好，有些年会弱一点。发现竟然还有鸦天狗的造型神签。鸦天狗、八子鸭、金鸭一起带回家。
离开熊野神社，接下来往穿越最有人气的老街前进。不远处有穿越的观光案内所，这里有超多纪念章。好开心，我大都不能改。每个章都超漂亮，美，可以收集得开心了。也好可爱的自己收的哎。接下来就是穿越的逛街行程啦。运气超好，第一下就抓到一只皮克敏。可爱哈！从这边开始就是穿越最热闹的一番商店街。马上发现一家很有氛围的店家，这家卖很多质感超棒的瓷器制品，古式或现代风格的都有。第一次看到这种瓷器小圆球，上面的图腾超级美的。原来是浮球，超雅致的。这个系列的盘子我好喜欢。发现这个青蛙好有我的缘，越看越喜欢。它是不实惠，可爱。这里有卖当地的特色点心地瓜链，买来吃吃看。好干哦！那地瓜很干，很粉的，这个要配炸。里面包着地瓜与红豆馅。馒头。啊？馒头吧。什么东西？馒头。吃起来像包着馅的馒头。说不上好吃还是难吃，应该看个人吧。
这家店卖很多日本风的饰品。小小的睡神达摩，明年是蛇年，也开始有蛇年的生肖手了。这个很棒。日本风格的手机壳，新年用的注连绳，很漂亮。木质的小面具，各种手环，还有勾玉。小小的龙神，还有甜酒。看起来很好喝哎。这也是一家专门卖日本风商品的店家，卖的品类更多，而且是现代的时尚风格，非常值得一逛哦。这个女生。2楼的晴衣是家现代和服的出租店。这家的和服特色是时尚摩登，可以在这里租借和服，然后去老街一边逛街一边拍照。他们那个衣服的那个腰带，店里的和服都比较新潮，很受年轻人的喜爱。如果是想买回家，在1楼也有贩售改良式和服，图样也是现代风格。看起来虽然像和服，但版型是和洋结合。这一区是保暖专区，棉袄哎，好舒服哦。购物袋的花色也很现代日式。往里面走就是各式日本小物。那里面有一颗一颗的狮子沙袋，蛮好看的。很可爱哈。我想买这个狮子，也有小蛇沙袋。各式包包区，可爱。各式各样的口巾包。
神，雷神。好可爱哦！钱包的样式与花色超多，日式图腾手机壳，好可爱啊！也有各式各样的饰品，琳琅满目的商品看得眼花缭乱，真的是一间会逛到心花怒放的店家哟。其实这条老街最大的特色是充满日式风情的藏造房屋，许多建筑都完整保留当时的风貌，因此有现代小江户之称。现在前往的是小江户穿越最具代表性的景点石之钟。石之钟也有当地人称之为钟状堂。早年有手钟人于固定时间敲钟，为穿越呈报时，现在则改用机械装置敲钟了。石之钟进来有个小巷子，里面有个药师神社。钟楼本体为3层塔状建筑结构，全高约16公尺，已被穿越市指定为有形文化财。在这个地方穿着刚刚和服店租的大正风和服拍照，一定超漂亮。再往下走，看到米菲兔专卖店，一进门就有好几个可以合拍的地方。店里有2个区块，一边是米菲兔周边商品，店里另一边是米菲面包店，有卖许多刚出炉的面包。拿一个米菲大头，这个是这里最经典的米菲面包。卖的最好的是这个生吐司，今天已售完。其他还有不少种各式咸甜口味的面包。连袋子都很可爱。一人一只耳朵。试吃看看好不好吃。餐包。面包体很像台湾的餐包。我先吃左边脸。红豆泥。小餐包。红豆餐包。真的很像。红豆泥餐包。再往前走，有一家巷子共和国，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品。I'm so far away from home in this desert of regrets.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have to let you go. Tell me how can I forget? 魔法少女的那个。卡西法的钥匙圈。这个没看过。手帕有不少新款的样式。Of our sleepless nights, I'd find a way
路上也有不少卖服饰的店家。喜欢日本简约风的朋友可以来挖宝。一番街最尾端的长丰园正在制作焙茶，走到这边，整个空气中弥漫着焙茶香。前往果子屋横滨的路上，发现这家古早味零食杂货店，里面超多没看过的日本当地小时候零食。那个什么黄豆棒，那个里面抽里面就有这种东西啊。这是梅子的。来买一些回台湾当伴手礼好了。这是樱花萝卜，这个当零食啊。爱的。其实很好买，东西都不贵，随便拿就一堆。很可爱。多少钱啊？这120。很奇怪的东西。好，就这样结账。果子屋横丁这里有很多间日本传统饼干与糖果店，早年时甚至聚集不少制作工坊，现在已经式微很多了。这家玉立制果也是目前少数还在独立制作的糖果店，制作的品项也还不少。老板请我们试吃的漂亮糖果，是这款名为茶之花的抹茶口味糖果。其实我们更爱肉桂口味。这个蜜糖地瓜色泽看起来超诱人。隔壁是一家卖腌菜的店家，有卖不少腌菜，蛮多没见过的。除了腌菜，也还兼卖饼干、羊羹，现场也提供试吃。这个芥末小茄子很少见。这个很合我们家胃口，可以买。这个看起来不错哦。老公说想要就买。发现这个饼干跟之前在基路城买到的一样，这个超级好吃，一定要多买几包回家。一路上发现学生们人手一只这个，买一个这个，但大到行李箱放不下吧，只好放弃。可惜。另一家的肉桂糖与蜜糖地瓜，那个是特上精。
这家有很多古早味的饼干，因为包装比较朴实，看起来更古早味了。回程路上经过这家店，有卖店家自制的地瓜多拿滋，这个超级好吃又很便宜，一定要分享一下。还有个麻子，还先吃看完。好。对，是吗？有点像大馒头。外酥内软的面皮里面是地瓜泥，口感与调味都是一流。路边发现一棵柿子树，第一次看到结实累累的柿子树。Would you still take me for a fool if I let give it all away for you? So take me home. 在这里发现有棵爆炸黄的银杏树，在夕阳衬托之下，整个金灿灿的，美到鸡皮疙瘩都起来了。Ever been before. Those photographs that once took pride of place stand no more. How long should we try and make things last till we fall? Would you still take me for a fool if I let you give it all away for you? So take me home.烤地瓜是称重计价的，会问你要大中小尺寸，再帮你报价。哦，它都是蜜糖哎。好甜哦。跟前几天去日光吃的口感不同。好甜哦，这个比较水，那一天吃比较粉软一点，这个是比较脆。这种高高的一只鱼有没有看到？今天的晚餐来吃鳗鱼饭，川越这边的鳗鱼饭一直都很有名。
我们选了一家在地的老店——小川菊。菜单很简单，品项不多，就选他们的招牌鳗鱼饭吧。白烧的鳗鱼在台湾比较少见，也点一份。白烧的鳗鱼先上桌了，这个最能品尝出鱼本身的风味。可以品尝出淡淡的焦香、水润 Q 弹的鱼皮，还有鳗鱼微微的腥香味。我点了最高级的。点出来也吃啊。大到2片肉香叠在一起了。店家说撒上一点山椒会更好吃。倒盖了。好吃了。大只鳗鱼最大的不同在于鱼肉的厚度，特别厚实的鱼肉更有口感，香气也更足，搭上山椒的清香与椒麻，很特别的体验。偶尔奢侈一下，点了最大份的，真的没有失望呢。最后搭车回穿越车站旁的饭店休息啦。这家饭店就在车站旁，直接联络空桥走过来就到了，每晚台币不到2000。看一下房间，不大的使用空间，干净新颖。有夜景可以看，附有小桌椅，正常大小的模组化浴室，该有的备品也都有附。退房采全自助，房卡插进机器即可。饭店就在车站一出来这栋大楼楼上。接下来要去光丘公园赏枫看银杏，还要去帝王蟹吃到饱的银座八方。今天从穿越离开，准备来去看银杏。这次也是人生中第一次追银杏。我们特地挑了一个不会人挤人的好地方，比起东京市区，这个地方又美游客又少游。因为从穿越车站出发，顺路在成真站下车，目的地是光丘公园。成真站没有自己的纪念章，但我还是盖到了私铁的活动纪念章。虽然从成真站可以直接走路到光丘公园的后门，但我想要从正门进入，感受一下光丘公园的银杏迎宾大道，
所以在车站前搭光31号公车前往光丘站。要到光丘公园，在倒数第2站光丘一马下车。先到旁边光丘一马的商场买些食物，待会儿可以在公园内野餐。光丘公园是个面积达6公顷的大型广场，里面除了腹地广大的草坪外，还有1000余棵樱花树与众多的枫叶银杏。在正式进入公园前，会先经过这个银杏大道。秋天这时节一片金灿灿的，超级美。Come on, baby, take a leap of faith. We got a love that's worth the wait. Darling, you've been on my mind. Gonna love you to the end of time. And I know you're the one. Our story's just begun.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o. 每次看到不同形状的银杏叶时，都会有个疑问：银杏树不知道有没有品种之分？叶子不太一样啊，一个是三角形，一个是三角，一个是三角，一个是三角。我们的银杏哎，这棵树很橘，蛮特别的。没有叶子的这个是樱花树，春天这桥上会很美。公园入口处二子桥口旁的这棵樱花树，秋天的这时候也呈现出不输枫叶的绚丽颜色呢。前面开始有不少人席地野餐了，我们也来去挑一个地方坐下来。光之拱门一旁有整群的枫叶，就在这边一边赏枫一边野餐吧。能在最爱的3色枫叶下野餐，真的是极其幸福呀。买了好多炸物，好吃？还是鱿鱼啦。不是好吃吗？是鱿鱼哦。我觉得马铃薯的比较好。日本的可乐饼也很好吃。饭后甜点就用8天堂的奶油泡芙做结尾吧。非常。
吃饱后，我们正式到公园里面看看。园区地图可以看出腹地其实非常大，一路上枫树、银杏树此起彼落，秋天来这里会看得很爽哟。景观池边有几颗水杉，一整个橘红色，也很特别。公园内也有街头艺人在此表演。在清凉的空气与温暖的阳光下，欣赏着美丽的秋色，并沐浴在优美的笛声中，会让人好希望这一刻能永远停留。我觉得银杏树是否有品种之分的疑问又来了。这什么？这不一样，超大一个。这颗银杏的叶子形状明显跟前面的不一样。不过我倒是知道枫树有不少品种之分就是了。一直以来最喜欢枫树呈现三色枫的这个时期，今天真的是看到开心了，满满的绿红黄三色枫叶。还有7根松树，1、2、3、4、5、6、7，7个，7片叶子。日本公园的水龙头设计得很神奇，因为可以直接饮用，所以出水口可以旋转朝上。这里有个特别的东西，那我应该搬在这里，要不然就把它往。好红哦，红彤彤的。继续往公园内走，真的好大一个地方。在这里看到一个很奇妙的枫叶，竟然是紫色的叶子。第一次看到这个颜色的枫叶。似乎是直接绿叶转成紫色，然后变成红色，没有变黄色的那个阶段。往前来到资生广场这边，有好几棵大银杏树，远远就会看到，很明显。真的超级大颗，黄澄澄、金灿灿的。有。
之前都在追枫叶，这次来东京第一次改追银杏，真的有出乎我意料的体验。光丘公园当地人也称这里是休憩之森，在这边悠闲地享受温润的阳光，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在这里完全感受不到大城市的喧嚣，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呢。非常羡慕住在这附近的人们。接下来回东京市区，迎接我们这次旅行最期待的一餐。今天晚上的餐厅位置在银座这边，顺便逛一下银座街头。这里是东京顶级购物商圈之一，满街头的名牌精品专柜。各家都无所不用其极的装饰与展示自家品牌门面，所以整个街头非常的华丽哟。光在这里欣赏橱窗就可以逛得很开心了。到了海鲜吃到饱的餐厅银座八方，这家店网络评价很两极，不满的大致上是指螃蟹是用冷冻的，不是新鲜螃蟹。当然我们也不会抱着过多的期待，就单纯来体验吧，一起看看有什么好料。最先来到重点区，这区有帝王蟹、雪蟹、各种生鱼片、螺贝类，甜虾与龙虾是人气最满的一区。螺贝海鲜有绒螺、海螺、鲍鱼、大文蛤、环利贝，还有大牡蛎。烧肉区有和牛的各个部位，牛舌与内脏。比较特别的有马肉与马心。热食区炸物的品项蛮多的，看起来做得不错。凉拌菜部分，
热菜部分也有不少选择，看起来用料也挺不错的。也有生鱼片或寿司与手卷。很意外，手卷样式还蛮多的。蔬菜与水果区，酒水也是无限畅饮。调味酒、日本酒、啤酒都有，种类还不少。用餐时间120分钟，赶紧开吃。第一次吃 DIY 手卷，手忙脚乱。开胃菜先来个海胆手卷。没有丢啊，没有它有加。很好奇这个是什么味道？接下来是看起来不错的和牛烧肉。好好吃哦！好吗？和牛烧肉的水准很不错，超好吃。接下来重点的帝王蟹了。这样整盘吃螃蟹肉真的很爽，味道就真的是其次了。另外这个雪蟹肉就很容易吃，关节处的壳掰断，然后就可以将蟹肉整根抽离出来。老实说，这个比帝王蟹好吃，蟹肉鲜甜不少。要加柠檬汁。好吃。好吃了。甜虾可以生吃，也可以烤，各有风味不同。第一次吃到马心，很好奇什么味道。我怎么吃起来像麻油腰花？它有加麻油，还有加麻油，像麻油腰花，丢的。很像超像。再来是人生第一次的活熔螺，
这个之前都只有在漫画或影片中看过，说什么也要尝试看看。哦，包汁，那里面包汁。好多，哇，好多。很苦吗？啊，好苦哦！好苦。人生中第一个活海螺，刚刚吃完那颗熔螺有点阴影。还是吃点平常就喜欢的食材好了。烤牡蛎也吃吃看。要便宜，钱会比较多。银座八方就分享到这边啦，台币约2600元一个人，价位上也不算太便宜，但偶尔来吃或吃个一次体验一下还是很不错的。今天来去参观 teamLab 数位美术馆，在东京有2个展区，说真的我也搞不太清楚两者的差别，所以我决定2个都去。早上先到位于麻布台的 teamLab 5街，搭日比谷线到神谷町下车。东京在秋天时节，好天气的几率很高，非常的适合旅游。展区在麻布台之丘花园广场的 B1。因为这个展在买票时要先预约看展时段，我们有提早到了，还有点时间，先来补充一点咖啡因。时间差不多了，走，真期待呢。进展区前有置物柜可以放行李，
可以两手空空，轻轻松松地看展。这个展的主要设计在运用光与空间。一进来，这里是连接所有作品的无界的世界。官方的宣传标语为：在一个没有界限的连续世界中彷徨、探索、发现。在这里，艺术作品会走出房间，与其他的创作产生关联并互相影响。作品之间没有界限，时而混合，相互交融，组成了一个没有边界、互相连续的世界。让我们的意识沉浸在无界的光影中彷徨，并用身体去探索与发现。走，我们一起去发现。这里地上的镜子与天花板的镜子相应，形成一个很神奇的空间。这里进入另一个走道。墙壁中有许多花瓣与由花朵组成的动物。在这一区，墙壁上的图样会像生物一般，对你的动作有反应哟。这个空间是小宇宙群，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仿佛置身于太空，周围的一切幻化成繁星与星云，依照其相应的轨迹运作。出来后，刚刚的走廊变成了百鬼夜行了，就让我们跟着走吧。跟着百鬼夜行的队伍来到一个蔚蓝的房间，这个展区是彩绘海洋。在这个深海世界里，有许多神奇的海洋生物，充满了童趣的外形与五彩缤纷的花纹。
其实这些海洋生物都是来参观的游客创造出来的。我们进入彩绘工厂，一起加入这个神奇的创作吧。进来后选择想要的绘纸，接下来就是发挥想象力的时候了。我的神奇烤鱿鱼，老公的是发电水母。画完之后拿给服务人员，会帮我们的作品扫描。接下来就可以在海中找到我们的宝贝螺。接下来到生于黑暗、归于黑暗这区，在这个黑漆漆的空间内，四处都是有棱有角的突出物，仿佛是在地下的熔岩洞窟一般。一段时间后，黑潮来袭，完全变成一个蓝色世界。这个展区中文大概是冰封的晶莹，花样与图腾用蓝色调去掩饰，展现出生命或自然现象在冰封状态下的静谧感。这个是无中心亦无边界的存在，看起来像一面墙，但竟然有可以将手伸到墙壁中的错觉。拍成影片后很容易看出破绽，实际体验比较神奇。这个区是无垠幽昼，巧妙地利用空间与投影，表现出宇宙的深邃和无尽。另外，这个烛影之鸦终坠追逐轮回的作品，是官方主打的一个作品，非常酷炫，但很容易头晕。同场地的海洋之道，这个作品非常的绚丽哟。这里是无穷无尽的水晶世界。这区除了四周环绕的经典外，上下还利用镜子将空间无限的延伸，
就仿佛置身于一个虚幻的四维空间之中。这里很多的光影变化是模拟自然界的现象，起风、下雨、打雷、闪电，巧妙地融合光影与声音，令人赞叹。这个展区也是 teamLab 数位美术馆队拿手的多门功夫，实际置身其中才能感受到它带来的震撼。找个没人的角落坐下来，这个空间就是你的了。照片怎么拍都漂亮。尤其是拍成直视影片，根本无敌。这个展区名为《大地的回忆》，巧妙地利用斜坡还有圆盘与地面高低差，再将光雕投射在密集的白色圆盘上，形成一整片花卉或草原的意象。最后我们来到了这里最大的一个开放空间，人群汇聚之水力纷飞的言语。这个地方也是有好几个作品在这里展示。这时开始转变成流转声涡，涡旋触流。teamLab 里面的作品会随着展期增减，未来也会有更多不同的作品展出，所以每次来这边都会有不同的视觉感受哟。肚子饿了，来去找地方觅食。展区同一大楼的 B1 也有不少家餐厅，今天就吃炸虾吧。
免费的小菜先上来了。既然拿博多当主打名称，当然就要有明太子吃到饱。白饭看起来还不错，晶莹剔透。拍到吗？这家的特色是炸物会一道一道的上菜，确保顾客吃到的每一个炸物都新鲜酥脆。要吃快一点，不然炸物会一直上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第一次看到。虾肉蛮饱满的哟。这家好吃又不贵，可以。接下来去 teamLab 丰州，搭日比谷线转有乐町线，到丰州下车。其实再转海鸥线到新丰州下车，可以直接到展区门口。不过因为还有时间，所以我们从丰州边散步边逛街。teamLab 丰州就在新丰州站的出口处，门口就有一根巨大的数位火柱，超显眼的。这个展跟早上麻布台开放式的展区不一样，作品之间是有固定顺序的。麻布台注重的是探索，丰州这个是体验。进来后有一个逆流而上的斜坡，往前就是光之瀑布了。接下来是一个软绵绵的地板，
往前走，抵达无穷无尽的水晶宇宙。透过空间内累积的光点改变，创造不同氛围的立体作品，类似于点阵绘画，运用各种彩点更迭与镜面反射，成就无限扩张的光雕。与麻布台的类似，但光斑的表现风格不太一样。那边似乎比较着重于模拟自然现象，这边就比较科技与梦幻。接下来又会进入一个水道，这里官方名称是锦鲤与人共舞所描绘之水面图，可以看到五彩的锦鲤在水面上悠游，非常梦幻的一个场景。而且锦鲤是会与游客互动的，不是只有单纯的投影。旁边有隐藏一个小走道，不小心会错过。这里是生命是转瞬即逝的光之结晶。继续往下个作品前进。这里是变化的空间，扩张的立体存在。副标题是被平面化的3种颜色与暧昧的9种色彩，主打空间感与色彩的变化。空间里充满了光之球体，可以将其移动改变空间的配置，运用光的3原色蓝、红、绿交错，形成9种不同的色彩，更赋予这9种色彩浪漫的名称：朝霞、陈仓、细琼、桃石、梅石、菖蒲、春风、水映光、草透阳。继续往前走到漂浮于落花世界，这里是一个大型天幕投影空间，可以感受到满天飞散的缤纷花瓣，而且所有画面是随机形成，所以不会有一模一样的重复画面，象征着你看到的任何瞬间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错过即不在。
再来是苔藓庭园中呼应的小宇宙群。在苔藓庭园中满布许多象征生命的蛋，意味着生命在苔藓之后诞生。每一个蛋都是一个完整独立的生态系。最后来到漂浮的花园。作品的主诉在于人与花的互动、相遇与相知，巧妙地使用无需土壤即可生存的兰科花卉，让它们在空中成长与开花，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空中花园。非常佩服设计师的创意。这样东京2个 Team Lab 都欣赏过了，也了解了两者的差异，也为这次东京之旅画下一个神奇梦幻的结尾。就这样啦，快乐的东京之旅也到尾声咯。虽然说是来东京玩，但这次几乎都是去了郊区，也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了。最后还在机场盖了纪念章。On the road, I've been away for far too long, but now I'm on my way back home. I hear the west winds calling out my name. They're telling me to head your way, down your road and past your gates. Keep your eyes on the horizon. I was looking to belong when I'd already found my home. 回程的飞机餐是烤鲑鱼五木饭，这次自制三明治有虾子。我很喜欢日本的五木饭，觉得还算好吃。I was looking to belong when I already found my home. 平安回到台湾啦，期待我们下次的旅行。